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。新来的助理是个克苏鲁迷，他跟我说，克苏鲁就是连通集体潜意识的那根网线，毫无理智的神话都是从集体潜意识上下载下来的。克苏鲁能让你连上服务器，比如你好像总感觉到有一些无法描述的东西在控制着你的梦境，支配着你的恐惧。事实上，这些东西就是克苏鲁。已经有很多人把这些东西用笔写了下来，展现到了我们的面前。这些创作就组成了克苏鲁宇宙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克苏鲁宇宙。先从一个故事说起，叫做《克苏鲁的召唤》。1925年3月1日，教授留下了第一份手稿。这一天，一个神神叨叨的少年来到了办公室。教授认得他，他是一个贵族家的小儿子，游手好闲。少年说，最近他在梦中总是出现一个沉默的古代城市，尤其是在2月28日那天夜晚，当地发生了一次小的地震以后，他在梦中进入了那个古代城市，里面布满了绿色的泥土和象形文字。在这个城市的深处，好像有一个深渊，无法描述的地方传出一些他听不懂的语言。听到这6个音节，教授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，严肃地说，你最近是不是接触了什么邪教组织？但是在教授的盘问下，少年似乎真的和邪教没有什么关系。这种情况反而让教授更加不安。接着少年拿出了一个雕塑，少年说，这是28号那天晚上自己在梦游的过程中雕刻出来的，自己惊醒的时候就发现手中正握着这个雕刻到一半的浮雕。回忆梦中的场景，少年说，一片漆黑，巨石上滴答着莲叶，地底传来某种智慧生物的叫喊，2个音节频繁的出现。教授是一位92岁高龄的考古学家，是古碑文领域的权威。他知道少年的梦境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。接下来的几天中，教授每天都和少年详谈，直到3月23号这天，少年消失了。教授来到少年家中，原来少年发起了高烧，不省人事，一直疯狂地叫喊着，说有一个几公里高的怪物正在追着自己。但是9天以后，少年突然痊愈了。从前他跟教授描述的那些梦境也一律不记得了。到这里，第一份手稿结束了。教授刚刚死了，法医说死于心脏病，但教授的侄子觉得这当中一定有蹊跷，他要调查这一切。接着，侄子找到了第2份手稿。少年痊愈后，教授展开了一项调查，通过自己的社交圈，教授收集了全世界各地很多人的梦境。这些梦境都发生在2月28号到4月2号之间，也就是少年梦到那个古代城市的那段时间。教授发现，这期间工人阶级完全不受影响，梦境正常。科学家和学者出现了一些噩梦，而艺术家和诗人们则大量出现了噩梦。他们中的很多人描述了和少年梦中相同的那个古代城市，还有模模糊糊的诵经声。教授在调查的最后得出了结论：2月28号到4月2号之间，全球范围内人类的狂躁情绪普遍增加了。伦敦城里，一个独居者突然在夜间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喊叫声，然后从阳台上跳了下去。南美的一家报社收到了好几封匿名信件，充满了狂热的字眼，信中写的全是人类惨绝未来的景象。美国的巫教徒在那个时候聚会，印度的土著发生了暴乱，海地的巫毒教在举行狂欢，巴黎的艺术沙龙上，一个画家公然挂出了一幅亵渎神明的画作。记录在案的疯人院骚动数不胜数。接着，教授的记录来到了第3份手稿。时间回到17年前，1908年，美国考古学会上群星云集，教授站在 C 位演讲。这个时候，突然一个警探来到了会场，他带着一个丑陋的小石雕，他希望考古学家们能帮他辨认这个东西。这是他几个月前从一次抓捕行动的现场缴获的，因为他怀疑巫毒教信众正在举行集会。小雕塑看起来是一个半人半章鱼，还长着蝙蝠翅膀的东西。在场的考古学家们一个个传看这个小雕塑，没有人能辨认出它的起源，也没有人能读出上面古怪的文字。在考古学家的追问下，警探讲出了这个小石雕的具体来历。去年11月的时候，他们不断接到报警，有妇女和儿童失踪，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沼泽和湖泊地带。跟着线索追查，他们撞见了一群在沼泽中的狂热分子。当时的场景让警探们都非常崩溃，这个邪教的仪式过于恐怖，
被绑架的那些人已经都被献祭了，残破的被叠成了像小山一样。狂热分子们正在围着一块燃烧的巨石跳舞，巨石的上面摆放着的东西正是这个小石雕。他们吟诵的献祭词是：死去的克苏鲁在他纳莱耶的载狱中等候梦境。原来17年前，教授就听过克苏鲁、法他根、纳莱耶这3个音节。当17年后，教授又从少年的梦境中听到这3个词汇的时候，他已经感觉到情况非常糟糕了。这个克苏鲁可能通过梦境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他的信众，他究竟要干什么？侄子越来越怀疑是邪教分子谋杀了教授，因为他听说教授在死前被一个急匆匆的壮汉撞了一下。然后侄子找到了教授的第4份手稿，这是一份简报。这是1925年4月18日的悉尼公报，报纸上刊登着一个石头雕像，和之前那2个雕像一样，一半是人，一半是章鱼，还长着蝙蝠的翅膀。报纸上还写着，海上发现神秘船只，1人生还，1人死在船上，获救的海员神志不清，拒绝讲述海难经历，死死地抱着这尊雕像。恢复知觉以后，幸存的船员讲了一个古怪的故事。船员叫做约翰森，他说他们船上本来有11个人，在海上遇到了另一艘船，船上是一些行为古怪的人，这些人看上去就像发疯了一样，并令他们立刻掉头离开。船员们拒绝以后，竟然遭到了这群怪人的炮击。约翰森他们迅速进入战斗状态，登上了那艘船，和这群古怪的海盗贴身肉搏。战斗结束后，海盗们全部被杀死了，他们也有3人阵亡。但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剩下的8个人决定沿着原来的航线去前面看看究竟有什么。然后他们发现了一座小岛，查了好几份地图都没有找到这个小岛在地图上有记载。约翰森说，他们登上小岛以后碰到了无法形容的恐怖，6名船员死在了岛上。他和另外1名船员回到船上以后，那名船员已经神志不清，很快就被活活的吓死了。悉尼公报的报道写到这里，突然就没了。侄子决定找到这个约翰森，进一步了解情况。但是侄子找到约翰森的时候，他已经早就死了。和教授的死因类似，他被一捆从楼上掉下来的报纸砸了一下，2个壮汉过来扶住他，还没等救护车赶到，他就已经去世了。法医给出的死因竟然也是心脏病。最终，侄子还是从约翰森的遗孀那里得到了第5份手稿。这份手稿被约翰森隐晦地写在一份冗长的技术文件当中，侄子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把它还原出来。原来他们一行8人登上小岛以后，发现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幽灵岛，岛上的巨石结构完全不是地球上的几何构造。比如一个看上去是钝角的地方，当你碰到它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这原来是一个无法攀登的锐角。他们8人继续前进，直到遇见了一扇巨大的石门，石门上雕刻着那个半人半章鱼的形象。摸索了一会儿，他们从诡异的几何结构中触碰到了开启石门的机关，石门露出了一条门缝，门缝中是纯粹的黑暗，散发出难以忍受的气味。接着一阵连夜的滴答声，所有人都开始聆听这个声音，直到那个东西拖着连夜将他巨大的身体从门缝中挤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依旧在聆听。手稿中写到这里，约翰森几乎写不下去了。他觉得没能回到船上的那6个人，起码有2个人是当场被那个东西吓死的。那东西无法描述，疯狂至极，有一种蔑视时间的古老和颠覆一切物理规律的奇异，像山一样高，几公里甚至几百公里高。这座小岛就是拉莱耶最高处的一座城堡，这个东西正是克苏鲁本尊。一群水手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让沉睡了亿万万年的克苏鲁重获自由。回到船上的时候，只剩下约翰森和另外1名水手2个人。约翰森把船掉头，全速前进，迎面撞向那个东西，因为他还存有一丝理智，逃跑是不可能了，只有撞上去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连头的脏东西从天上掉下来，像无数条被开肠破肚的死鱼，一阵恶臭弥散开来，像是同时打开了1000个墓穴。一阵巨响在空中爆炸，船被绿色的浓雾包裹着，完全失去了方向。接着，约翰森看到船尾是一堆破碎的胶质碎片，在那里自我重组，变化出各种恐怖的形状。
约翰森开足马力，一口气开出了很远很远。一切结束后，约翰森不再敢触碰船舵，蹲在船舱中，给自己和身边那个不断嗤笑的同伴塞下点食物。直到他们漂流到岸边的时候，约翰森已经彻底崩溃了，抱着一个雕塑不会说话。读完这份手稿，侄子把它塞到了一个吸罐当中，和教授的手稿放在一起，又写下了一份属于自己的手稿。他知道他也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教授死了，约翰森也死了，他知道的太多了，而那个秘密教会依旧存活着。回到现实，《克苏鲁的召唤》这篇小说写作于1926年，作者叫做洛夫克洛夫特，中文爱好者们都尊称他为爱手艺大人或者洛老。他是克苏鲁宇宙的创始人。83年前，1937年，洛老去世了，享年46岁。和梵高一样，在他生前，他创作的那些恐怖小说几乎没有人看过。但是洛老的才华在作家圈内得到了高度认可。他去世以后，很多著名的作家都热衷于从他的小说中去找灵感。慢慢的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模仿洛老的风格创作恐怖小说，并且一步步丰富了洛老小说中构建的宇宙。直到1970年代，洛老去世40年以后，全世界才开始阅读他的小说，粉丝们也才找到了他的坟墓，为他树立了一块迟到40年的墓碑，上面写着一个双关语：吾乃天命之人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克苏鲁宇宙诞生了。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，越来越多的作家、漫画家、艺术家都开始在自己的创作中使用克苏鲁元素。一直到今天，无论是游戏、电影、漫画，如果当中出现了不可名状的恐怖、留下巨大想象空间的怪物描写、深海中的巨型城市、异事件调查员、神秘手稿、古老教派等等等等这些元素，这都是洛老当年从集体潜意识中下载下来的灵感。比如现在有一个流行词善直，就是一个其中的灵感。洛老的故事中，往往一开始主角都是极其理智的，善直爆表，但是随着一系列不可描述的恐惧和神秘事件的冲击，主角的善直越来越低，最后彻底丧失理智，陷入疯狂。现在很多年轻人会用掉散来形容自己受到了精神的刺激，目睹了可怕的场景，或者遭遇到了现实的打击。除了这些具体的创作灵感，洛老的克苏鲁宇宙还传递着一种哲学思辨，现在被称作宇宙主义。洛老笔下的宇宙最高神叫做阿萨托斯，宇宙就是他的一个梦，但是他盲目、痴呆、愚蠢、不可描述，和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些充满智慧和魅力的真神完全不同。他的周围也是同样的愚蠢的神，不停地发出着低沉、单调、会让人发疯的耳语。克苏鲁是阿萨托斯的重孙子，他在非常远古的时候旅行到了一个叫做索斯的星球上，在那里，克苏鲁生下了自己的孩子，慢慢还有了自己的家族。又过了很久很久，克苏鲁带着他的家族旅行到了土星，接着来到了地球。他们降临在太平洋的一块大陆上，并且用一种不是地球物质的巨大绿色石头建造了纳莱耶。地球上本来是有神明的，这些神明和克苏鲁族爆发了战争，最终双方握手言和。但是在某个时候，克苏鲁正在纳莱耶中沉睡的时候，整个大陆沉入了海底。大陆沉没的原因不明，我们只知道克苏鲁和他的种族被困在了海底，除了等待，他们似乎什么也做不了。就当克苏鲁在海底沉睡的时候，地球上演化出来了人类。克苏鲁通过梦境和某些人类沟通，最终纳莱耶会浮出海面，克苏鲁也将接管整个地球。后来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象征，克苏鲁这个单词就是希腊语中的地球。通过梦境与人类沟通的克苏鲁就是所谓的集体潜意识。洛老认为宇宙没有神智，只有本能，他根本不会关心人类在想什么。人类妄图用理智去理解宇宙，只会让自己陷入未知的恐惧当中。人类与宇宙的巨物相比，渺小的微不足道，这就是洛老的宇宙主义哲学。可能这段 MIB 黑衣人的片尾就是宇宙主义最直观的解释。回想一下，我们每个人在小的时候好像都思考过一个问题：
那就是我们身上的一个细胞会不会就是另外一个宇宙了？或者我们这个宇宙会不会就是宇宙之外一个小孩的糖果了？这么看来，宇宙主义真的有可能是一种隐藏在集体潜意识中的真相啊！